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关注科技与理财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医疗板块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前阵子只要一提到 GLP-1 减肥神药，整个资本市场就像发了疯一样，觉得这款药物会治好人类所有的富贵病，甚至会彻底摧毁那些做糖尿病血糖仪、做心脏支架，甚至做线下医疗服务的传统企业。很多人看着暴跌的医疗器械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犯嘀咕，难道医疗科技真的要被减肥药给淘汰了吗？先等一下，高盛证券发布4份重磅医疗科技与特殊照护深度报告，直接用最真实的临床数据和企业调研帮我们亮出了底牌。原来减肥药非但不是医疗科技的终结者，反而是激发糖尿病监测和新型疗法爆发的最强助推器。与此同时，一场由高昂医院成本倒逼出来的家庭照护与特殊输液大革命正在美股市场中悄悄点燃。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全球最聪明的钱是如何在风暴眼里大举重组医疗新底牌的。首先来瞧瞧刚刚在周末结束的202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年会。这场被华尔街高度注视的盛会释放了惊人的信号。高盛实地参会并与多位专家管理层深入对话，其核心结论打破了市场先前的悲观预期。临床医学界已高度共识， GLP-1 减肥药与持续血糖监测仪等糖尿病科技并非你死我活的对手，而是互补共生的黄金组合。真实世界数据证实，患者在用药同时配合高精度监测设备，能显著改善血糖控制与心血管健康。这项互补逻辑彻底扭转了市场的疑虑，我们很可能正处于血糖监测渗透率的第二次历史性拐点。高盛指出， Dexcom 展示的 Connect 临床试验数据证实， CGM 能显著降低2型非胰岛素密集型患者发生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高盛预期，这项实证将推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在未来几个月正式做出决定，将该群体纳入承保范围。这不仅为 Dexcom 刚发布的长期增长计划提供物理底撑，也让另一大巨头雅培在2027年有极高确信度回归到 7% 以上的有机营收增长通道。与此同时，另一个正在爆发的黄金赛道是家庭照护与特殊输液大蓝海。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在实体世界中，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特殊药品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接受复杂的生物制剂、免疫球蛋白和特殊营养液的注射治疗。但如果每次都要跑去高昂的医院躺着，不仅排队繁琐，对保险公司和个人来说更是沉重的财务负担。这就倒逼出了一个强大的物理趋势，将输液量向低成本的家庭或社区备用护理点进行史诗级的搬迁。为了让大家能精确捕捉这场万亿级搬迁中的卖闪人，高盛在今天同时发布了2家全美龙头公司的首次覆盖报告。第一家是高盛强烈给予买入评级，12个月目标价设定在$71的 Bright Spring Health Services。高盛在深度报告中指出， Bright Spring 正在展现出极其强劲的业务加速动能。这家公司的经济重心在于其药房解决方案，特别是特殊药品和输液服务，这几乎贡献了其绝大部分的营收增长与盈利能力。更具战略深度的是， Bright Spring 还巧妙地在周围构建了一个由家庭健康、临终关怀和康复护理组关成的照护提供者平台。这种一体化的设计让他们在帮保险公司和患者节约高达 30% 以上照顾成本的同时，建立起了极高壁垒的转介流量捕获机制。第二家则是高盛给予中性评级，目标价设定在$22的 Option Care Health。高盛指出， Option Care 作为目前全美最大的独立家庭与替代点输液服务平台，其在特殊药物分发和全美支付方网络覆盖上的规模优势毋庸置疑。长期来看，这依然是一条被特殊药品扩张和 Site of Care 迁移完美支撑的黄金赛道。但为什么高盛只给了它中性评级呢？高盛冷静地指出，这是因为 Option Care 的曼特病组合近期面临着一些特定疗法停滞与供应商波动的短期扰动。虽然长线逻辑无比强健，但这种短期获利能见度的拉锯，使得其与 Bright Spring 相比，在2026年下半年的爆发力显得稍微温和了一些。这也是资金在两者之间进行不对称权重配比的关键考量。除了家庭护理，在这场由人口结构和成本控制倒逼出来的医疗大重组中，
传统的高端医疗诊断与影像设备商此时也正在与高盛进行着深度的内部对谈。高盛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他们上周在波士顿专程主办了与 GE 医疗集团的闭门投资人见面会。高盛指出，作为全球影像设备的绝对霸主， GEHC 目前在资本市场上也面临着一场极其典型的预期扭曲。在会谈中，管理层承认，虽然今年以来的实体 PL 表现非常强劲，但由于高基准利率和部分上游零部件的通膨重力，导致利润率的提升速度在短期内受到了一些干扰，这也给股价带来了一些压制。然而，这恰恰隐藏着极大的反弹能见度。GEHC 管理层表示，他们正在评估一系列前沿的 AI 辅助诊断与精准成像管道。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不仅能在物理上缩短医生的读片时间，提高设备的使用周转率，更能实质上将公司的获利水平推向其中期指引区间的高端。高盛分析指出，这种由刚性更新需求与 AI 效率提升驱动的影像巨头，其盈利的抗震防御弹性在2026财年下半年将会超乎市场的想象，这也是朝鲜资金在波动中默默吸纳的黄金安全垫。对于这场由糖尿病科技、家庭输液与高端影像设备共振交织出来的医疗大分化，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医疗投资已经正式跨越了盲目担忧减肥药冲击的恐慌阶段，大步迈入到重估低成本实体照护与高壁垒赋能者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被耸动的新闻标题晃瞎了双眼，天真的以为一款减肥药就能让人类不再生病，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人体的复杂性以及对高质量、低成本护理的刚性需求，才是整个医疗产业最底层也最难以被替代的物理定价权。当 Dexcom 凭借 ADA 大会数据证明了互补共生逻辑，而 BrightSpring 靠着特殊输液和家庭照护获得高达 23.7% 的上行估值，这说明资金正在加速从那些无技术壁垒且面临恶性价格战的传统仿制药企中撤离，将防线迅速转移到能直接嵌入家庭医疗体系与高阶器械的龙头中。在美债10年期殖利率持续拉锯的2026年，单纯依赖概念炒作的高估值科技股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考量，而这些手里握有全球各大医院刚性更新订单、产品具备极高材料物理臂力的影像龙头，其在通膨逆风下的利润能见度将会展现出极强的非周期防御属性，这将会推动全球主权基金和最敏锐的避险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调整对医疗与健康板块的配置权重，重塑全球资金的套利防御版图。不过，在我们乐观看待医疗革命的同时，高盛的报告也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些转型期的挑战，比如新一代家庭输液与糖尿病科技在各国落地时，会面临保险合规与准入审批的时间摩擦，像是 Dexcom 的保险覆盖扩大或 BrightSpring 的新盲点拓展，一旦遭遇合规拖延，就会拉长项目的交付周期。另外，高端医疗设备与特殊药品也存在供应链及原材料的瓶颈，特别是高阶影像仪器中的超导磁体与特殊输液高密度耗材。如果2026年下半年国际贸易摩擦升级，高端组件断供，相关板块的估值回调节奏就会被打折扣。高盛这几份最新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全球医疗大重组下半场最真实的底牌。这是一场减肥药恐慌无情出清，糖尿病科技确立共生刚需，家庭输液大单锁定利润爆发，而影像大厂长期利润边际不可动摇的立体战役。要想在这场医疗科技的大变革里看清真实底牌，同时帮自己的资产做好最聪明的不对称防护，大家就绝对不能只盯着大盘指数每天起起落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可以重点盯紧这2个超实用的观测风向标。首先就是去看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在接下来的季度里，针对2型非胰岛素密集型糖尿病患者，它的 CDM 承保范围到底有没有实质扩大，这能最直接验证 Dexcom 在2027年的营收与市场爆发力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含金量。同时也别忘了密切关注 BrightSpring、Option Care 这些家庭护理巨头。在接下来财报里，来自特殊药品与输液板块的资金流入与新客户增长速度，
把这两项硬指标给看懂了，我们才能在市场剧烈的流动性拉锯中理清头绪，找到最安全也最稳当的防御防守路线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